你吃4个汤匙，为什么你还能那么瘦呢？吃多一点点我就会瘦。这条或者是烟饼。宝爸的一个朋友刚好是开燕窝店的，于是我们来到他的店面来品尝新鲜的沙巴燕窝。这是刚刚蒸好的。对，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燕饼还是燕条，一个燕条？所以马来西亚的燕窝还得靠台湾的红糖。所以他们已经是没有像你们现在吃到的那个蛋清味，然后营养成分已经也是如此，因为它们养得快。在我们加工厂的定义里面呢，脚呢是很肮脏的但是在国内的话呢，他们很喜欢找那个脚吃。比如说零售这一片大概要卖多少钱呢30岁以上就不能了。30岁那女人还挑人。离沙巴国际机场约20分钟，这边有一个新景点，叫做 Ice Baba， 可以吃新鲜炖好的沙巴燕窝。一进门呢，就有个小鱼池，里面有一堆的小鱼啊。Ice Baba， 这边需要预约，但是你能看到燕窝挑杂质的整个过程。它的1楼有个卖冰的甜品店，里面任何一款甜品呢都可以加燕窝。这边光装修就花了600-700万马币，是唯一一家可以一边看挑毛一边吃燕窝的地方。优惠20瓶500马币。通常我们会买这样子一包一包的。比较便宜吗？还是就是一次性就把它？比较容易方便吃，你也不用去称的，就是再拿一片这样子泡。那这个怎么那么多黑黑的东西呢？这个是它的毛，它有一点毛。所以泡的时候还得把那个毛给洗出来。这个是给你们看的，如果他们买都是买干净的。都是买干净。燕盏、燕条、燕条或者是燕饼。有什么不一样吗？只是它拿出来口感上的不一样。这样子其实都是一样，没有分燕条、燕饼。所以碎燕也有卖的。碎燕也有吗？我们去楼上。还可以去楼上。楼上是这个参观的。哇。30岁以上就不能了。30岁？那女人还挑人，怪不得请不到员工。今天的体力不够，眼睛看看就会酸。而且他们这种做工时间很长，大概几个小时啊？8点早上到10点晚上。这么长？14个小时。14个小时，怪不得你请不到。那一天如果说一个人以一个人量，8点到9点这样挑下来，可以挑多少量？11颗窝，就是你刚才在楼下拍的那11颗窝。差不多一个小时1颗吧，他们中间是有休息的，1个小时半。那它这个挑出来的这你就丢掉了吗？没有，挑出来了过后，他就会把它压成去饼，放在模型里面，然后就会送下去做高温杀菌和定型，风干和定型。我是说这碗水里面那些，对，就是也会把它挑出来。在那个水吗？再过滤一次。再过滤一次，直到没有燕窝为止，一个都不浪费。这个应该没有买机器化哦。没有，都是人工。是有可能机器化的吗？还是比较难？不可能，毛太小了。我有挑过像这样子，不能，他们都是手工挑毛，只是加工厂分别于是干挑或者是半干挑。所以这个是湿挑吗？这个是半干挑。半干挑。那湿挑怎么泡在水里面挑啊？对，其实燕碎的话，它是没有分干挑或者是半干挑或者是湿挑的，因为它都是碎了以后再做。我们这一边加工厂是有分三个去看一下。3个部门，第一个是洗刷部门，在这边楼上，然后第2个就是这一边是挑毛的，然后楼下是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正规的挑毛间。正规的挑毛间。那边刚才是给你们近距离看的。是可以看的吗？进去？不能。对，不能进去看。进去我就要穿所有的这些。半干挑就是这样的，半干挑它就是会首先把那个燕窝洗刷了之后，它就会半湿，半湿的过程中它就会送下来，然后他们会再敷在那个毛巾上面挑，一颗一颗的挑。还有冲水。对，冲水这一个冲水的就是燕碎吧？是燕碎就是边角就是边角啊。所以不可以过滤太多次，我们这边都是过滤2次。最多过滤2次，最多过滤2次，不能一直过滤。然后我们在那边下水道，我们是有一个漏斗的，就是以防跑掉。哇，其实这里面蛮大的，我那天来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啊！里面还有哪一个是在挑燕盏呢？这一些其实它燕盏的话，没有说哪一个是在挑燕盏还是在挑燕碎的，其实全部人都是在挑燕膜。
它这一边的话，它还不知道出来的结果会是燕条或者是燕盏，它要等到下去的话呢，下去它挑好了之后，它会放在那个窝形，你有看到一个透明的窝形，它就会把它放在上面，然后上面了过后呢，他们就会送下去给魔术师，我们叫魔术师，还叫魔术师那个魔术师他就会把它变成去调或者去斩这一边只是主要负责挑毛而已。那它要怎么样从一坨一坨燕窝变成一个形状？它有一个固定的形状了。OK。如果它是，你看像那一个这个2号这一排，你看它这一个是一片的嘛，它一片盒子里面就有一个一窝的形状，有看到吗？看到。那一边就是要么变成条，要么变成盏。那如果是它是做燕饼的话呢，燕饼它会有一个这圆圆的模型的，那个模型它放进去的话呢，然后他们就会量它的这一个燕窝的重量和湿度来去取决于它最后的重量是多少。那只有燕碎的话是可以这样做，燕盏和燕条一般上都是固定不了它的最后的重量的。其实这个是可以做出口的吗？可以。我们在台湾以后，在香港，然后我们现在找着新加坡的代理，然后国内的话，我们是拿着那个溯源码的正规码是有溯源码的对，溯源码。现在我们的溯源码是这样子，这一个就是我们的溯源码哈。有溯源码的有溯源码。所以是怎么做的？就是能不能拍一下那个过程？它的过程其实就是泡发，然后到炖，然后出来就是这样子一种。你们现在都是用这种蒸锅方便嘛？那就是这样子。是咯，可以不用那个。哇，这是刚刚蒸好的。对。这个蒸炉很方便的超方便而且是可以炖汤哦，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做。你跟着它的这一个吧。这个在哪里买的？在 Shopee， 就是我们当地的淘宝。拉扎达不是也有？也是有，它叫 Euro Uno。这个Uno。Euro Uno。用到我都要进多2台了，因为我们长期用是很快就坏了。然后它大概多久坏一下？1年哦，我1年就是每一天用的，每一天哦。而且我们是炖这种也是用这个的，就是饼状那种先炖饼状。简单的鱼什么都可以。很好这个就很方便哦。给我们安利了一个蒸炉。鸡蛋那种也全部都可以，我们都有试过啦。鸡蛋都可以。所以买完你们的燕饼、燕条之后，就直接可以去那个，就是买一个这个蒸锅，然后拿一个小的。那你这个炖碗有的卖的吗？没有没有的卖。淘宝搜一下，淘宝找到很多，可能款式更漂亮。所以你们现在都是拉扎达、Shopee 或淘宝直接买，结果来这边看燕窝被安利了一个蒸锅。这是菊花茶，这个是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其实我们我们的这一套东西呢，我们是有水果，然后有4克的燕窝，然后有那个是什么？茉莉花茶。红冰糖，可能有点腥哦，如果没有加糖的话。因为我只是放了很少的糖，大概是鸡蛋的味道。 6克。鸡蛋的味道。现在是鸡蛋的味道。这样子会太多吗？不会，因为它不会很甜的。我磨成粉了的，所以它不会很甜。它其实这个是甘蔗糖的。可是这边也产甘蔗，为什么不用？我们是在台湾进。为什么要台湾的糖？因为它不甜。然后我们选到台湾的这一个甘蔗糖，它就很甜。这样子的，所以台湾还是一个宝地。然后我们马来西亚如果是产这种蔗糖的话，他们会是那种加工掺白糖。掺了白糖，所以就没有那么香。对，它没有那么香。你吃4个汤匙，为什么你还能那么瘦呢？吃多一点燕窝就会瘦。再来个少吃点。多吃燕窝多吃就像他这么瘦了。这边的老板教我不用吃燕窝，他讲清炖是最好。可是我清炖太腥了吗？很腥。这是台湾的红糖，这个桌子很好这个你当时买多少钱2万多？2万多马币，贵价的桌椅哦。这个2000多，然后那个就1000多。这个1000多，差不多也是接近2000了。那其实大小没有差很多。没有差很多，只是它的树的年龄。所以这个是炖了40分钟的燕窝。如果你炖太久了，就会化成水。所以一盅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燕饼还是燕条？一个燕条，这个是4克的燕条，然后蒸出来、炖出来就是这么多，对，很多这个燕窝2个人吃都够了。
那燕饼出来也是差不多吗？燕饼是6克，6克，所以我们更大。燕饼都是定在6克的。所以那燕饼的话，也是要用这个盅来包吗？对，也是一样，但是就更粘稠。它没有，它是泡发的时间比较短，1个小时，然后炖40分钟。炖40分钟啊，它2个都是炖40分钟，这种也是炖40分钟哦，只是它泡发时间不一样。这个2个的话，泡发时间是1个小时半到2个小时。哇，那还是要泡很久。那泡完之后还要挑那些杂质吗？完全不用，你就可能1个小时半里面你换水一次。我们是就是要给人吃到它原汁原味。所以我们不加任何东西，比如说红枣啊、枸杞啊、姜啊这种东西我们都不加，只加台湾红糖。它是蔗糖。对，但是感觉好像红糖真的是比较好喝哦。因为它红糖它的味道比较会盖味道，会盖掉那个腥味。如果是蔗糖的话，就会保存那个味道。因为蔗糖的话，其实它是没有什么味道的。所以马来西亚的燕窝还得靠台湾的红糖。因为台湾的红糖会比较好一点。这些是他们的燕窝的分布哦。仙本那也有，拉哈达多拿督也有，赞达根也有很多，塔斯和古达，然后多阿朗、斗亚兰、帕帕，地图都自己定做了，怪不得那么美哦！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地图哦，连那个旅游部的地图都没有你的这个好啊。所以你们现在一共多少间燕屋啊？44间呢。38间是自己的，然后6间是就是 owner， 然后给你，然后 profit sharing。那如果比如说我想买一间燕屋，大概多少钱呢？100万，然后你们就帮忙打理。对。大概多少？就是已经成熟了的屋子。那如果是重新来过呢？重新来过很难，很难啊！一定要找旧的来投资，因为新起了。第一，为什么？因为物业其实现在是已经很泛滥了的，你不能在新的地点再起一个燕屋。因为你要花前面要花可能5年到10年的时间来去打理，它才会有成绩。然后我们的这一边呢，我们的已经是成熟了的，每一个屋子里面1个月大概能产出5到10公斤的燕窝。在45天啊，每45天这样。那就等于说是印钞票了。对，但是你讲印钞票也没有的，因为这种销售啊，工人啊，帮你采燕窝啊，对，还有 cost 对，所以一定要说是寄到中国，因为其实防蛇防老鼠全世界最大的燕窝都是批去中国。中国市场是最大的。那印尼那边呢？不是现在最大的那个产出的燕窝的？全世界来讲，平均每一年出产的燕窝是几亿吨的。几亿吨呢？最大的出产量是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尼这4个。这4个他们是最大的，他们就是为了要快嘛。所以他们已经是没有像你们现在吃到的那个蛋清味，然后营养成分已经也是流失，因为他们要快。我们是慢工出细活的，我们是一颗一颗慢慢挑的，因为在加工厂里面它是有分干挑、半干挑和湿挑的。湿挑就是水洗，水洗的话我们就是用那种货的，那种你刚才拍的那种大包货啊、干货啊，或者是发霉的货，他们就是用那种化学药物来洗。所以在淘宝啊，或者是在哪里你们看到便宜的燕窝，基本上就是用这种货。因为你燕窝你其实很容易算的，就是每公斤，我不管你是好的还是坏的燕窝，就是全部统一在一起卖出去的价钱大概在3000，人工大概在1500块。1500块洗一批货，1500块就4500的成本，你还没有加水电费啊，你耗损大概去到38%嘛。哇！所以你1公斤你只洗出来可能在700克左右。700克是为什么会耗那么多呢？因为你毛多啊，你毛身多啊。然后还有各种杂质各种杂质啊，全部都是在里面的嘛。那你买货的时候，为什么？所以说人家说开加工厂哦，如果是跟外面的人拿货，一定是亏钱。所以我们就是自己的燕窝给自己去做价格。所以沙巴这边的燕窝，就比如说大部分的沙巴的燕窝，还是没有说是用这种，就是什么这种台前货，没有大包和脏货，很少，除非是家里的，那种关闭式的。不是正规的加工厂，他们就会用这种。燕窝里面好像有很多行道，很多，就听你说这些学不完，真的学不完。这个就是我们的燕屋的 CCTV。CCTV 啊，这个是在短人的警察局对面。这个有人招啊。
3层楼。哦，可以参观的吗？可以。哦，太好了，以后可以去看一下。3层啊，上3层还是4层啊？哦，下面那个是放音乐的那个东西啦。这个下面是放鸟叫声，放鸟叫声。燕子就这样咯，昨天会比较多燕子啦，昨天幼鸟长大了，那种幼鸟会飞哦，所以它们就全部飞出去了。这种其实是幼鸟来的啊，因为燕子是它早上是不在家里面的，就它早上出去抓虫，然后晚上回来睡觉。你知道燕子它是一个鸟类啊，可是它是不会站起来的。它只会飞，它只能就是飞抓着那个屋檐吗？啊，对，它或者它飞，或者是它抓着它的那个巢，就这样而已。它不会站在树枝上或者是陆地上，不会的。哦，它一出去，它就是一直飞而已的。燕子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的。你看嘛，你看这个，如果它学飞了过后是，它现在筑巢嘛，可能它在筑巢或者是什么呢？它学飞了出去哦。它倒回来时，它会找回它的屋子哦。找回它的这个好像有定位这样子的。它会倒回去它的这一个，它知道哪一个是它的巢了。它不会说我去隔壁的巢，不会的。比如说，它今年这个巢用完之后，它明年还会用吗？它是每一个月都在筑巢的。每一个月都在筑巢？每一个月都在筑巢的。所以就是你不帮它清理的话，就是垃圾了。如果它不清理的话，就会变成大包哦。大包就是重复一直做，可能一个窝里面有3个窝、4个窝，因为你没有去清理，或者是没有去采。哦，这叫做大包它就会变大包，因为重复做了。OK，所以就是工人还得很勤快，就是不定时，大概几个月去。我们这边的是大概45天采一次。45天采一次，就是45天它就能出一个新的包。对，除非那天是雨季，然后它没有刺，它的食物很少，或者是旱季，它的食物很少，它筑巢不够快，因为它没有营养嘛，它没有吃到东西，它不够营养，它筑巢就慢了。然后那个燕窝就很薄哦，人家说是燕窝薄跟厚是跟洗刷出来是没有一定的关系，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你的工人去挑烂那个燕窝，它就会薄。二来就是那个鸟不够营养。哦，这样吗？它筑巢的时间是你给到它的时间不充足，所以它筑巢就很薄，因为它是这样子慢慢一层一层这样子筑上去的，不叫博物馆，也不叫，我不知道叫什么，叫文化馆。文化馆吧，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对啊，就是你能介绍吗？对，教育人怎么去选好的燕窝跟吃燕窝的方法。因为其实你讲会吃燕窝的人他们基本上都知道它的营养价值还是什么，这种都不用去讲，只是他们不懂好的燕窝是在哪里。第一，然后第二，他们也不懂怎么吃，导致他们就吃到没有效果。比如说，他们说银耳跟燕窝也很像啊，那有什么不一样呢？银耳不是高蛋白的食物。它不是高蛋白，它不是高蛋白。燕窝它其实还没有其他的这个维他命，它没有维他命 C A B C D E 没有的。它最高的价值就是它的胶原蛋白和这个燕窝酸。这个燕窝酸就是对我们人体大脑刺激我们的人体大脑，所以我们的人体大脑会更活跃。然后长辈的话，它会延迟那个老人痴呆症。哦，真的啊？真的哦。然后你知道中国为什么那么喜欢吃燕窝吗？因为你们在国内他们有分4季。当你从秋天转去冬天的时候，会鼻子不舒服，或者是喉咙，或者是你的肺过敏就是导致你咳嗽感冒这样。他们那时候就是最厉害喝燕窝。不是还有梨吗？就是梨也是润肺的。对，他们就炖梨和燕窝一起。所以为什么说在国内的话是燕窝是最大的那个消费群体？对，消费群体就是这样。那小孩子就是每天1克就够了。他不用每天的，他1个礼拜吃2次。1个礼拜吃2次，每次1克就够了。每次1克到1克半。大人呢，就是我今天应该吃了大概有2-3克。对，3克2克到3克了，2克到3克。也是1个礼拜2次就够了。对。1个礼拜2次。其实我们吃燕窝，我自己都不知道最低是2次就好了，最多5次，1个礼拜5次，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去净化那个胶原、那个蛋白质。因为其实人体最难吸收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蛋白质。所以为什么那种去运动的人，他们要喝这个protein或者是那种代餐有很高蛋白质的，其实他们也是没有吸收到完，就是你人体吸收，你要给它去适应。那如果比如说零售这一片大概要卖多少钱呢？这一片的话，我们大概是卖在15马币。15马币啊，1克。很便宜耶。这个18马币。为什么呢？大一点点。它没有一片，它算1克的。
哦，它算克啊，这个4克的话就大概60马币。哦 ，OK， 这一片要60马币啊，60马币。所以我刚才喝了60马币哦，这边至少60马币，因为还有水果嘛，加起来的话可能不止哦。对啊，所以你们这一套是卖多少钱呢？80马币。哦，80马币，那这个就更贵，因为它的克数更高。这个没有，这个是12马币，叫燕碎。燕碎就是那个燕窝在挑毛的时候，它跌下来的囊丝啊，或者是角边啊，这种角边我们会去掉的。你看有一些燕窝，他们做出来的燕盏的话呢，有一些他们的角很大颗的会吗？很大颗的。这个是每一个加工厂有每个加工厂的不同哦。就是我们在我们加工厂的定义里面呢，角呢是很肮脏的哦。但是在国内的话呢，他们很喜欢找那个角吃，是因为它 Q 弹，它的口感，口感 Q 弹。但是你知道角里面哦，你没有去清理的话，它是非常非常肮脏的地方，最肮脏的地方。它里面是储存了很多很多的杂质，所以我们都会把它剪掉，然后做去这个。所以碎燕的话，就是这块饼就是最便宜，因为它脏。对，但是这个是12马币1克，大概70多块钱。OK， 这个就15，这个就18。这个一般上是拿来送礼。哦，比较漂亮，因为长得对，比较漂亮，来送礼。所以这个饼是看不太出来，它到底是哪个部位哦？它其实是燕盏，然后把它给压扁了嘛？对，因为比较好运输。它可能来的时候，它一颗这样子有毛的时候，它可能中间太多毛了，因为它是要把它去掉那囊丝，它里面是有囊丝的。什么叫囊丝啊？囊丝就是等下我带你下去看，它会有很像那个 spider web 这样子。那你在怪怪的那个哦，就是黑黑的黑黑啊这样子。那你要把它去掉了之后，你才知道它的那个毛度有几深。那如果它的毛度很深的话，基本上它就一个洞了。它一个洞的话呢，你把它挑完出来洗干净过后，它是压不成条的，因为它做微调的时候它会缩短哦，它会缩矮的，它矮了它就没有这样子的窝形，它没有这样子的窝形就不能做窄，就把它压成去条。OK， 就是这个可能是在制作过程中稍微有一个洞然后就把它给压扁了，这样子比较其实也好运输啦。那这两个的价格就是这个是18，这个是15这个是12。但其实我觉得性价比最高应该是它咯。对，它只是对。现在国内慢慢开始很多人会接受吃燕条了，因为早期的时候呢，他们不接受吃燕条，是因为很多人都是用那种断了的燕窝，然后把它压成扁形，然后再去刷胶给它粘回去。所以当你正泡燕窝的时候呢，它一条的话，如果它是这样散开的话，你就还好；如果它是一半散开的话呢，那就是它是接的哦。你有没有样品呢？就是说这种接的没有，我没有做接的，没有做接的，因为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不一样。接的是很明显的，你其实燕窝你可以看它，其实它跟人的手指模是一样的，它有那个纹路的。你要看它是接掌是刷胶的还是不是刷胶，是你看表面就知道了。你看它从这边开始的纹路一直到去这边都是顺顺平平可以接上去的，就是逻辑性可以接上去的话呢，它就是原展来的。但是如果只要你但凡看到好像比如说这一边去到这边突然间没有纹路了那就可能是接掌这样子的，就是说要看到它的那个一条一条的在的话，它就是有跟手指纹一样的你从这一边看去它的纹路在哪里，你就可以一直看它延伸到去最尾端。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吃燕窝我都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它的保存就比如说我买了之后它有没有过期的？它保存其实我们每个东西都有保质期的。我们这一个从化验所出来是它的保质期是3年3年3年。你其实放冰格上面就是冻着它它其实可以撑很久就是 freezer 把它 freeze 起来把它 freeze 起来。因为我家里还有一个已经7年了。7年？那你还吃吗？我那天新年有吃就把它吃了。但是你这边那么多干嘛要吃那个冷冻呢？其实它一样的因为我们储存的方式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做包装之前我们也是冷冻的它就可以保存它的味道。所以冷冻它不会减少它的这些不会蛋白质或反而你如果是遇到热这种就会这个燕窝会变黄，所以变质。因为我那个$10001斤的话应该是几年前买的了，然后还没吃完。我发现我买太多，我觉得就这样一片一片买比较好，因为没有人教你吃。
对，没有人教你吃。没错，缺少的就是你的教导。你每一次炖的话都是炖四五盏，对啊，因为炖了然后大家一起吃，对，然后就过瘾而已。如果你是要长期吃它，其实不用多了，你吃一个循环这样吃，就12周期12周期这样子吃。OK 啊，你12周期然后停1个月，12周期停1个月最好的。12周期就是12周这样子啊，就是每周2次，3个月吧。3个月，就是每3个月100克自己吃的话。OK 啊，100到120克这样。怪不得你的皮肤那么好，还那么瘦。这个是代言人。加工厂的厕所，你看这些石头都是专门叫人哇，天哪，这个厕所的这个墙壁也太有燕窝的感觉了吧？多钱去做这个厂，都是已经做到细节上面了，太好了。燕窝，对，最漂亮的吃燕窝的厕所，我好几个哦。想要来体验燕窝套餐的小伙伴，记得预定的时候呢，跟他说是看周九视频来。我们的频道观众有福利哦，买2个燕窝套餐送1个即食燕窝。这边的青豆冰素呢是自己做的，听说特别好吃，跟外面的不一样哦。One 青豆冰素8.9块哦，还可以加那个 Bird's Nest， 里面还有好多东西可以尝试哦。刚刚那个火龙果的 Dragon Fruit 冰素，好漂亮哦！这个是糖，对，一个糖一个奶，那个红马拉嘎糖，马拉嘎糖就是黑糖，应该是叫做什么 Palm Sugar 是马拉卡，对吧？应该是吧？这是奶啊，对对，奶那个是椰浆，椰浆啊，椰浆，所以是椰奶。这个青都是我们这边买自己做的，对，自己做的。帮你看你的，很明显你用着我的啦，没错，我的用这里的，因为你看我们的冰素全部都是很便宜的，很便宜的。对啊，8块多，我这个才8块多，我都吃完好好吃啊，啊。它是要回馈社会的，他要回馈社会，所以他其他的生意都在赚钱，除了这一间还没有赚钱。除了燕窝，这间其实是有赚钱的。哦，就是这下面这个是有，但是上面的燕窝就没有赚钱。每一天在亏钱啊，真的啊，那么惨？因为员工有包吃包住，然后也工资还很好，但是都请不到人，因为 KK 这边的人就是看太休闲了，太休闲了，不想做工，最讨厌。然后这边整个装修是一共花了600-700万吧，600-700万，哇！所以上面的那个一定要来看一下，真的是很值得。所以加燕窝的话也没有加很多钱嘛，就是加一点点燕窝在这个里面。没有，我们有那个冰粉系列，那个冰粉就是中国的那种冰粉哦，他们有做出来，然后有放一点燕窝6块钱，加6块钱而已，加6块钱。是真正的燕窝啊，真的燕窝在上面炖，从上面拿下来。哦，真的啊，上面炖了过后拿下来的。这边还6块钱是小份的，就很小一块，很小一杯的。OK， 那还是很值得来的。这边你看吃到这个，然后刚刚全部吃完了，全部吃完。这边的燕窝呢是真的非常值得来吃一下的，而且下面的冰酥真的超级好吃，强烈推荐。